欢迎回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。今晚我们要走到中国最西边的一片深蓝湖泊旁，在雪山和草原之间，倾听一个被水吞没、真假未解的古老村庄传说。新疆赛里木湖，或许你听说过它的美，也知道它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，但你大概没听说过它的湖底可能藏着一整个消失了的村庄，一个没人见过却又世代流传的水下世界。今夜就让我们潜入那片水面之下，看看时间与记忆是如何被湖水悄悄封存的。在你准备放松之前，先点个赞，点下订阅吧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来自哪个城市，此刻是几点，你是不是也听说过类似的水底故事？现在，请把灯调暗，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。新疆的赛里木湖在黎明时最静，阳光还未翻过天山山脊，湖面已泛起微微亮光，像是一整块寒玉藏在群山之间，不动不响。风躲进了草坡后，整个世界只剩下一种奇异的空旷感，像是刚刚被掏空，或者刚刚准备说话。地平线上堆着低云，像是压下来的旧棉花，连山的轮廓都柔化了。湖水没有一丝波纹，像是一口巨大的青铜镜，照着上空什么也没有的天和湖底什么也不愿说的故事。很久以前，这里据说不是湖，而是村。村里有井，有钟塔，有小石屋，羊走在屋后，水声从井中涌出。老人坐在屋檐下，孩子在草地上玩用绳编的小玩意儿。直到一夜之间，整个村庄沉入水中，钟声消失，屋顶无影。第二天早上，湖水就在那里了，波澜不惊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可从那以后，每年总有几晚，有人说听到了湖底传来钟声，沉低规律，像是谁还在守着某个时辰。这种故事最早是在伊犁谷地流传的，一位叫巴图尔的老人曾讲过，他的祖父亲眼见过那一夜。他说那是个初春之夜，草刚冒芽，雪还没完全化尽，月亮特别亮，湖边当时是一片低洼草场，住着10几户人家。那晚夜里，地面开始发潮，狗先躁动起来，然后整个村子就像塌进了地下，没有火，也没有地震的轰响，只有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静，一种不是风的风，把整片土地收进了水底。还有传说，有一个小女孩坐在屋中睡觉，被父母托给了邻居，临时带走，避过了这场沉没。她后来一生都不敢靠近水边，说每次一走近，就会听见熟悉的锅铲声、柴火味，还有她母亲在唱的催眠歌。她记得母亲没来得及带她的毯子，那是蓝色的，跟这湖的颜色一模一样。这些传说当然从来没有被证实，但它们流传得非常具体。比如那座钟楼的位置，据说在如今湖心偏西的位置，村口有2棵老榆树，沉入水中后仍可在水下看到轮廓。还有那口石井，听说在天冷时偶尔会冒气，在某个角度你甚至能看到它像个圆形的阴影浮在湖面之下2-3米。而赛里木湖的地理特征偏偏也配合了这一切，它是断线湖，也就是说它并非河水汇集而成，而是地壳活动塌陷后形成的巨大洼地，再由地下水补给。这种湖往往深不见底，湖底地形极复杂，赛里木湖最深处超过90米，清澈但冰冷，冬天结冰极厚，夏天即使阳光直射，也只能照亮湖面3-4米，之后便是幽深的墨绿。科学家曾在90年代做过一次简短的水下声呐扫描，
在湖心某处探测到几个不规则的回声信号，形状过于对称，不像自然岩层。但那项探测因设备条件限制，数据模糊，被迫终止。有人想重启项目，却在申请过程中失去了经费支持。而在这之前的几十年，苏联军方地图上曾标记赛里木湖下方有不明结构体，但标注仅限于一组数字，没有具体说明。如今的地图上，这些数字已被删去。有人说，若真有村庄，为什么没留下任何实物？但问题是，谁说没有？湖东岸的碎石带上，有人发现过几块形状怪异的灰石，不属于该地区常见的岩石层。其中一块表面有像是人工刻出的对称划痕，被当地孩子搬去当板凳坐，直到有研究者看到，才意识到那可能是一种旧建筑材料。传说总是随着湖水循环，每当湖面极平之时，总有人站在岸边，长久望着湖心。也有人夜里听见马蹄声从湖底传来，那种声音低缓有节奏，像是铁蹄踏水，不紧不慢。但谁也没有办法确定那到底是什么。最近几年，随着热气球和无人机旅游热度上升，也有人尝试用航拍探索水下结构。有一组图像中，确实能在某些水浅地段捕捉到奇异影子，没有明显结构，但确实不像普通湖底沉积。有博主将其放大后处理，发现一条影子像极了一段旧屋脊，但无从考证。传说越来越像湖本身，深、沉、安静，又莫名其妙地让人靠近。你以为那只是水，但它在看着你。你以为故事结束了，但它才刚开始。赛里木湖的风声一向沉稳，不急不躁，吹在草坡上，像一只手掌轻拍旧毛毯。每当夜深，人声退去，整片湖像陷入一种低语状态。你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但你知道他从未真正安静过。很多住在湖边的牧人说，湖有自己的呼吸。每年入秋之际，风会变得特别轻柔，像是在掩盖某种东西，不让人察觉。而就在这个季节，是传说中水下村庄最容易显现的时候。关于那个沉入水下的村庄，不同代人讲述方式不同。年纪大的总是从钟声讲起，他们说，钟声不是每个人都能听见，只有在特定年份、特定时间站在湖边，风从北边山谷灌入湖盆的角度刚好吻合时，钟声才会被吹出湖底。它不是发出声音，而是借风转述。它曾经存在过。有一位老人名叫哈利克，年轻时是个放牧骑手，曾在湖边野营多日。晚上的风太冷，他就躲在羊圈旁的小帐篷里。某天夜里，他起夜出帐篷，就听到湖那头传来咚咚的声音，声音很慢，像是时间被拉长了。更奇怪的是，每当钟声响一次，湖面就泛起一圈圆形波纹，然后迅速归于平静。他不敢动，也没惊叫，只是盯着那一圈圈消失在水中的涟漪，直到天快亮。第二天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怕别人笑他。但从那之后，每年秋风起，他都会绕开那片湖岸。他说那里不是鬼地方，但不是人能随便靠近的。除了钟声，村庄的传说还有一个更具争议的部分，那就是湖底灯影。在一些清晨或夜晚的朦胧时分，有人声称看到湖中心微微泛光，光不强不刺眼，是那种泛着蓝绿微光的模糊亮点，像是有人在湖底点了油灯，光透过厚厚的湖水升起，但永远照不到岸边。有一次是冬天，湖结了厚冰，一群本地孩子踩着冰面玩耍。突然，一个孩子说他看到冰下有动静，大家凑过去看，只见冰层之下确实有一圈圈光斑，像是移动的影子。
没有形状，看不清来源，但确实在缓缓晃动。最年长的那个孩子当晚高烧，第二天醒来说他梦见一条通道一直通向湖底，通道两边有很多房子，有灯，有桌椅，有水井，还有一个人站在最尽头背对他，好像在等他走过去。那之后他再没靠近过湖。有人怀疑这些只是水中反光造成的错觉。阳光照在波面，经湖水折射产生动态光影，看久了便会以为那是某种东西在移动。但问题是，有人是在阴天甚至月色昏暗的夜里看到的灯光，而且这种现象往往伴随着极安静的环境，风停，鸟息，湖面静得像冻结，像是一种等你靠近的状态。在上世纪70年代，有一支地质考察小队路过赛里木湖，计划在湖边短暂停留3天，进行岩层采样。据当时队员之一后来的回忆，他们有一次凌晨3点多出发，准备勘察湖西岩壁，行至半途中，远远看见湖面似乎有人影晃动。他们原以为是夜里打鱼的村民，却发现没有船，也没有灯，只有3、2个模糊的身影站在湖中央。最奇怪的是，湖面并未结冰，不可能站人，但那几道影子确实站着，没有动，也没有消散。10几分钟后，影子慢慢沉进水中，队员们以为眼花作罢，继续赶路。但在他们回营地时，发现记录仪上的某段低频波动突然加剧，像是某种电磁信号的扰动，在他们目击影子的那段时间里极不稳定。这个记录并未正式公布，只在一位地质学家的个人笔记中被提及，但他仍为传说添了一把火。人们开始讨论，这个湖到底藏着什么？一个沉默的村庄，还是一个更早的文明遗迹？有没有可能它曾是某种古代仪式场地，直到某一场地壳活动将其彻底封存？地理数据也并未排除这一可能。赛里木湖位于断线带上，周边岩层破碎，存在多条潜伏断裂带。地形学上，这种地区确实存在突然下陷或地下泉脉翻涌的风险，尤其在远古年代。若某一时期湖底发生塌陷，又有地下河系统补水，在短时间内淹没地表村庄，并非完全不可能。但问题在于，这样的事件应当留下明显痕迹，倒塌层、沉积物异常、构造残迹，而这些在目前有限的探测范围内仍未被清晰确认。于是问题又回到了起点，如果一切都只是传说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仍有如此多人坚信它存在？是因为故事太美，还是因为人类天生无法抗拒沉默的浪漫？也许都不是。也许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湖，一个你说不出内容但总觉得它藏着什么的地方。正如湖边某位老人说的，故事是不靠记得的，是靠它自己活着的。你可以不信，但它还在。就像那钟声，它敲不敲，不由你说了算。夜越来越深，湖的边缘逐渐与山影融为一体。你若坐在岸边，很容易失去时间感。风从远山回旋而来，带着冰雪的气味，又带着某种说不清的熟悉感。你不知那是否是水的气息，还是某个村庄饭菜的香味被冻在了湖底。只有风知道路径，偶尔送上来给仍在等待的人。故事还没有完，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次钟响是什么时候。赛里木湖的形状如同一块不规则的蓝宝石，静卧在新疆博尔塔拉州的山间洼地中。它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湖泊，它孤独、沉稳、冷清的近乎严肃。从高空看，它像一只张开的眼，四周山岭为结，湖心是一种湛蓝的铜色，深不见底。它的水质清澈的近乎极端，冬季湖面风动，
冰层厚如窗石，能承载汽车行驶。夏日阳光最猛时，湖底依然是低温。站在岸边望湖心，眼前浮动的是世界上最安静的一种蓝，深得像能吸走思绪。人站在它面前，很容易忘记自己是谁，也忘了时间正在流动。赛里木湖是一座断线湖泊，地质意义上，这意味着它是因地壳运动下沉形成的天然水洼，并非河水汇聚而成。断线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历史气息，是地壳在挣扎中的裂口，是岩层在崩塌后的低头。早在更新世时期，地质活动就已在这片区域悄然进行。整个湖区所在的伊犁地堑是亚洲内部最复杂的构造区域之一，地震、断裂、岩浆活动时常留下线索，只不过大多数时间，这些运动潜藏于地下，无声无息。科学家在对赛里木湖的湖底地形进行侧扫声呐扫描时，发现其湖床并不平坦，甚至可以说颇为诡异。浅滩部分结构松散，碎石堆积，而一旦进入深水区，湖底则突然转为极度陡峭，仿佛整块地层直接被掀起，断裂后坠入深渊。最深处超过90米，底部有陡坡、暗穴、沉降带，像一张张撕裂未缝的地理之网。这正是传说得以存在的物理土壤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古村落若正位于断线线之上，一旦地表下沉，地下水爆发，再加上冰雪融水快速涌入，村落就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吞没。建筑可能在地面仍未开裂时就已开始倾斜，人来不及逃离，房屋在水下扭曲，最终完全沉没在湖心深处。这一假设并非毫无根据。新疆境内曾在数个不同区域出现过地面塌陷吞没村落的自然事件。1947年，塔城地区就发生过一次地下溶洞突然塌陷，造成3座毡房和放牧人连同牲畜陷入地下，至今未能打捞。而在更远的天山南坡，也有传说称某些泉眼吞人不吐，水面平静，水底却有暗流拽力。如此背景下，赛里木湖的地质沉没村传说便不再只是故事，而是有了现实的投影。研究者在湖西山脉中还发现一组被风化严重的石堆结构，远看像是乱石，但靠近观察可见其排列竟隐约有接相之形。几块较大的石头表面有规整的劈凿痕迹，符合人工加工的特征。有人曾试图将它们与湖底传说联系起来，猜测是否这正是村庄扩展到山脚时的残迹。只可惜这些石块位置较高，不可能被湖水覆盖。学者最终归结为古代哨所或祭坛遗迹，但民间却有另一种解释，那是湖村入口的标记，是风干在山上的石矛。更为神秘的是，赛里木湖周围散布的古道与废弃营地，在未被现代修路前，湖是西域通往伊犁草原的天然通道之一。古代驿路绕湖而行，商队需在湖边休整。传说中的陈村，也许就是当年为驿站服务的小定居点，承担补给、转运、休整任务。人不多，却是当时西域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。如果这个村落真的存在，那么它的沉没不仅是自然事件，也可能是历史忽略的一段失落。无文字记载，无地图标注，也许正因为它的突然消失，让后来的王朝无从寻迹，于是逐渐变为湖民口中的谜团，直至演化为代终生的传说。还有一处细节常被忽略，赛里木湖有超过20条地下泉眼，水源从地底持续不断地注入湖体，部分泉眼冬季不结冰，终年温热。这类水流稳定、方向明确的泉眼极易在地震活动后形成新水道。如果当年地下水源被触动，某一泉眼水量暴增，水压迅速上升，也可能成为淹没村庄的主因。
村庄并不一定需要洪水来吞噬，有时一夜之间，地下的水路改变，湖泊体积扩张数倍，足以改变整个湖盆的地貌。再看赛里木湖的风，它不同于山风或谷风，它始终从一个方向缓慢吹来，如同记忆在低语。人站在湖边，不自觉会跟着风的节奏晃神。夜风更甚，它不是吼叫，也非低语，而是持续均匀地拂过湖面，像有人用口在说话，只是听不懂内容。这种风被当地人称作静风，意即看不见的说话者。有人说，正是这些风把沉在湖底的故事搬出来，化作钟声、灯影、梦。你站在湖边，一边是地质数据的严谨测量，一边是老人口中的回响故事。科学与传说在这里并不冲突，它们共同组成一座未被打开的档案。钟声可能是空气振动中的自然频率反射，也可能是某块倒塌钟楼遗骸在水流冲击下发出的规律回响。灯影也许是藻类在夜间微光条件下的光合作用波动，亦可能是古人屋顶的陶瓦碎片折射月光。无论是哪种，答案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这一切仍在继续发生。赛里木湖并不回答问题，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提醒人类，不是所有失落都能被打捞，不是所有被吞噬的痕迹都能重新拼合成历史。水下也许没有村庄，但故事不需要见证，它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湖，而这个湖恰好具备了让故事永不死去的全部条件。夜色降临前，村子还很安静。那是一年春水初长的时候，雪还没有完全化尽，但白天的阳光已经能让草坡泛出一点微绿。村民照常在屋前修补羊圈，清理积雪，有人赶着牦牛去取水，有人正在晒腊肉。太阳落山前，整个小村庄都泛着琥珀色的光。石头铺成的小巷里，孩子在追逐一只被油纸缠住尾巴的麻雀，女人站在灶口边揉面，锅盖掀起时，热气带着孜然与胡椒的味道飘到空气中。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夜晚，也没人预感到不安。老人照例坐在屋后的石凳上，讲他年轻时骑马追狼的故事。小孩捧着牛奶坐在台阶上啃硬干粮。村口的钟楼则准时敲响傍晚的钟声，声音清亮，顺着山峰穿过整片低洼地。钟楼是村子的中心，也是这段传说里最重要的地标。它不高，但极结实，由整块玄武岩砌成，每块石头都被打磨得极平，像是谁在用心拼接一个能留得久的东西。塔顶挂着一口青铜钟，据说是在某次贸易时从西域工匠手中换来的，上面铸着“望水而生”4字。那不是普通的宗教钟，也没有每日念经仪式，它只负责报时，是生活的节奏器。它响，人就该停手准备饭了；它不响，就表示出事了。那一夜，这口钟最后一次敲响，没有谁记得确切是哪天，没人记录，也没人想着去记录。传说里只说，那一晚月亮大得反常，湖面一片平静，风停了，狗不叫了，空气像是被人抽空，声音消失得非常彻底，人走路时竟能听见自己鞋底摩擦地面的细响，甚至连小孩也停止奔跑，他们突然觉得不舒服，好像空气中多了一股不属于村庄的味道。最先发现异常的是住在村西的一位老妇，她提着水桶准备去井边取水，却发现在原本干燥的地面上出现了斑点状湿痕，那不是雨后的湿，是从地下渗上来的。他走了几步，脚下的地面轻微塌陷，脚印竟能在石地上印出水渍。他回家告诉儿子，儿子不信，直到推门时感觉脚底一滑，低头才发现门前地砖已经浸湿。村里的水井也开始冒泡，不断涌出气泡，像有什么东西在水下呼吸。
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意味着地震前兆，但当时的人并不熟悉，他们只是感到恐惧，因为水不是从天上落下的，而是从地底冒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钟楼上的风铃开始摇动，尽管风仍然没有起。几位年轻人聚在一起商议是否去找长老，却发现长老的屋门紧闭，有人推门进去，屋内空无一人，炭火尚在，茶壶正沸，却无人回应。他们开始寻找其他年长者，发现多个家中主人都不在，甚至有一户人家的饭桌上已经摆好碗筷，门却虚掩着，像是有人匆匆离开又没再回来。而这时，湖边传来第一声巨响，不是爆炸，不是落石，而是一种类似于远处地层塌陷的哑响。整个地面轻微震动了一下，水井突然喷出一股浑水，狗开始狂吠，羊群四散，鸡扑腾着飞到树上。整个村庄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扭转了一下，不是震裂，而是整个平面像一张布被人慢慢拽下去。接着水开始蔓延，起初只是地面冒水，不几分钟，水已经漫过屋前的门槛。地势低洼的几户人家开始惊慌，有人跑到钟楼敲响警钟，钟声带着急促的撞击感在村中反复回荡，但没人组织撤离，因为没有退路。四周的山路突然起雾，浓得看不清前方三步。一位妇女试图背着孩子冲出村子，刚跑到村口就突然跌倒，后人过去扶她，却发现她摔倒的位置已变得湿软如泥潭。水不是从前方冲来，而是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的。整个村庄在水面中缓慢下降，像是一艘破船正在慢慢下沉。但这艘船没有裂缝，没有断裂，只是沉，持续而绝望的沉。钟楼上的钟在最后一刻发出连续撞击声。有人说是因为塔身开始倾斜，钟舌反复撞击塔壁，也有人说那是最后一名年轻人抱着钟舌拼命敲打，想提醒谁还在山上的人。但最终钟声也慢了下来，像是水流封住了钟腔，只剩余音在风中荡开。有个传说，说最后只逃出一个人，是个8岁的小女孩。当时她被母亲托给一个外出的亲戚家过夜，因此躲过一劫。她长大后常常梦见湖底有灯，梦见她的家人站在湖里对她笑，说等她再来一趟就能回家。她不敢靠近湖边，也不敢再听钟声。他晚年时把梦里看到的村子画了出来，有钟楼，有井，有2棵大树，有一口水塘和一排贴着彩布的房屋。那张画被保存下来，挂在赛里木湖南岸一户牧人家的炕头，没人敢取下。多年后，有旅行者经过此地，在清晨湖面平静时，隐约看到湖底似有方形结构。当他讲述此事时，有人带他去看那幅画，结构惊人相似，连钟楼所在方位都对得上。他当即冷汗直流，说那绝不是巧合。但当他再次返回那片湖心时，湖水已开始翻涌，天气骤变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这就是村庄的沉默。夜没有闪电，没有暴雨，只有月亮很亮，空气很静，然后村子就没了。不是被毁灭，而是被湖抱了进去。而那口钟最后一次响起的声音还在水底慢慢回荡，你若够安静，也许能听见。在赛里木湖以西约15公里处，有一个临湖的牧民点，3、4顶毡房分散于草地，羊群密密地挤在一起，牛靠近水源，慢慢嚼着草。这里没有村庄的痕迹，但有故事，不少故事，他们不被书写，却活在茶水之间，牛粪火里，老人的沉默与少年的背后。你如果坐在毡房外和老人闲聊，不必主动问，等他们安静一会儿，自然会有人讲起关于湖底的事。
有时是他们小时候听父亲说的，有时是亲眼所见，但只讲一半的情节。他们讲的不紧不慢，也不在意你信不信。他们不是为了说服谁，只是在讲一种记忆方式，一种不被记录但始终活着的线索。一位名叫图尔松的老人说，赛里木湖有自己的脾气。他年轻时赶着羊群在湖边住过夏牧场，每次靠近湖岸，老羊会突然变得警觉，不再饮水，而是抬头盯着湖面看。他曾多次试图把一只喜欢下水的狗叫回来，那狗每次游到湖中心，总会突然回头，眼神像是看到了什么，然后迅速掉头，游回时全身发抖。有一晚，他在湖边支起锅，准备熬奶茶。风停了，火也灭了，湖面开始泛光。他走近2步，看见水面像是折射出某种图形，不是倒影，而是像一张极淡的地图在湖中浮现。有线条，有格子，有方块，还有一处圆顶影子，正对着他的方向。图案突然像被风扫过，转瞬即逝。他没有大叫，也没离开，只是重新点火，把那晚的茶熬得特别浓。牧人们说，每个家里都有讲湖的人，不管是奶奶、叔叔还是外婆，总有一位亲人负责讲这片湖的规矩。他们不让孩子夜里靠近湖边，不许在湖水里洗衣物，也不许在湖边吹口哨。这些禁忌没有理由，大人只会说这是湖的规矩，而孩子们也从不质疑。长久以来，这种别问为什么的教育方式，反而给这片湖增加了许多力量感。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，也不知道你会做错什么，所以只能尊重。曾有一个年轻外地人到此旅行，不信这些规矩，在夜里靠近湖边玩无人机，拍摄所谓的湖中反光，结果设备突然失控，直接坠入水中。他在水边等了一夜，希望风平浪静后捞回相机，但第2天早上，他只看到水面多了几道平行线条，像是有人拖过什么。他回家后高烧数日，之后再也没提过那台机器的事。这些传说并没有随着时代消失，相反，进入现代后，它们被讲得更丰富了。有年轻人根据口述版本绘制地图，标注传说中村庄沉没的方位、钟楼的位置、实景的方向。虽然没人能确证地图的真实性，但每当有旅人问起，牧人总会轻轻摇头，说：“你别去找，他在，但不让找。”一位年纪最大的老人说，他祖父生前曾带他夜里绕湖1圈。他们走在湖的北岸，湖水一动不动，像被某种意志冻结。祖父突然停下，说：“看到那块石头了吗？”他点头。祖父说：“那就是村子的标记，是钟楼的尖顶在水下对应出来的脚影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月光刚好打在那处，就会出现这种影像。”他说：“那不是影，是时间留下的指纹，你摸不到它，但它确实存在。这些故事传久了，就变成了一种共识。”牧人们从不把湖底村庄当成纯粹的传说，而是当作不能打扰的历史。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态度，不是信仰，也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对沉默的敬意。他们不想去正视它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旦打破这种神秘的完整性，故事就死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当有电视台试图组织潜水拍摄时，遭到本地牧民坚决反对。不是因为怕暴露真相，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扰湖。其中一个参与反对的人说了一句被后人反复传述的话：“你可以看湖，但不能进他心里。”说完这句话的人就转身回到自己的毡房，再也没说过那次事件的任何细节。每年秋天，风从西边吹来时，湖边草地上便开始结霜。牧人们会提前收拾行囊，迁往东营地。有些人会特地在离湖最远的那段路上驻留1天，点起篝火烤肉，说是给湖送别。篝火不大，木柴烧得噼啪作响，
风吹着火星往湖面飘。没人讲话，只有火和风和偶尔响起的一声牧笛。这些行为没有人教，但代代重复，仿佛这个湖不只是水，不只是风景，而是活着的一种存在。它有脾气，有耳朵，有记性。有人曾想用录音设备在湖边采集夜间声波，结果整晚录下的都是静默。但就在一个瞬间，约凌晨3点13分，音轨中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低频震动，像是远方传来的石块撞击声。声音太短，没有模式，无法解释。但录音者说，他听到那段声音时，忽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他没看到什么，也没想到什么，只是本能地知道什么东西正在那边看着他。他把那段声音命名为钟之尾声。在这片草原上，湖水总是在讲故事。它用光，用风，用一个个无法确认却让人记得一辈子的瞬间。湖的秘密不在水下，而在每一个把这片水当成活物来对待的人的嘴里、心里、梦里。他们不是在传说过去，他们是在保护一个正在沉睡还没醒来的时间。有一位城市考古志愿者，他叫林奇远，33岁，带着相机和便携式水文探测仪独自来到赛里木湖，试图证明湖底村庄的存在。没有任务，没有赞助，甚至没有明确目的地。他只想回答一个问题：水下到底有没有人住过？第一次听到赛里木湖水下村庄的传说，是在他17岁那年。一次旅行中，在伊宁市旅馆大厅闲坐，电视里正放着一个牧民讲故事的片段，画面很模糊，但那名老人说了一句话：钟响3声，湖底有人。那年他刚考上大学，满脑子都是文物、遗迹、考古现场的浪漫。他回家后开始查阅资料，想找到赛里木湖历史的蛛丝马迹，却几乎一无所获。所有能搜到的内容，不是气候数据，就是旅游景点。官方从未提过什么水下遗迹，也没有哪怕一块出土文物和他有关。但他记住了那句话，也记住了湖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没有立刻工作，而是去了西北，跟着一个小型调查队做野外辅助。从敦煌到喀什，他看过遗迹腐蚀、古城暴露、泥墙剥落，也听过不少传说。可不知为什么，赛里木湖一直在他心里没有褪色。他记得那口钟，也记得老人说，不是你看得见才是真的，而是他要你看到才会出现。他第一次真正站在赛里木湖岸边是5年后。6月，湖面风大，云低，阳光如水线般斜斜地切入湖心。他穿过一段碎石小路，到达一个传说中湖底村庄可见最清晰的点。那里水色最深，风也最少。有人说那是钟楼倒下的方向。林奇远背着包，取出简易声纳仪和水下探头。他并不指望靠这组民用设备能真探出什么奇迹，他只是想，哪怕有一丝不同寻常的信号，也许就是线索。他将探头慢慢放入水中，湖面泛起一道极小的漩涡。他调好设备，屏幕上开始缓慢滚动湖底扫描图。最初一切正常，沉积平缓，岩层均匀，无特殊反射。但在第30分钟左右，屏幕上突然闪现一条近乎笔直的高反射线，那是一道近似墙体的影子，不宽，但过于规整，像是人造结构。他反复调试设备，确认不是误报。这条线横亘在湖底45米处，在扫描图上只出现了7秒，然后消失。他试图回溯，却再也未能重新捕捉到。第2天凌晨，他梦见自己站在湖中，湖面结冰，脚下是透明的玻璃，玻璃下是一排排整齐的石屋，屋顶上落着白雪。他听见钟声响了3次，每响1次，屋子里便亮起一盏灯。梦醒时，天未亮，营帐外风刮得像是有人在敲窗。那一刻，他突然意识到，
自己已经被湖看见了。他开始频繁出入湖区，换不同的角度探测。他雇了一艘小船，白天探测，夜里靠岸。他向当地牧民打听传说细节，听说湖底曾有石桥，有瓷碗飘上岸，有孩子指着水面说看见桌子动了。他说自己不信，但他其实越听越信。他不是被故事说服，而是被这片湖的沉默勾住了。第4天，他将声纳设备下沉至最深段，那是一个接近95米的坠落区，被水文专家称为湖底缝。屏幕中再次闪现类似立体结构的反射区，不是一整面，而是数个点状排列的节点，分布均匀。那种对称感不像自然地貌。他屏息盯着屏幕，像在读一封湖水写给他的信，但信还没读完，设备断电。他知道那不是电池问题，他更知道从那天起他下去了。他离开湖区时什么也没带走，但他开始写日记，把每天的图像记录整理成册。他在笔记中写道：我看到的不多，但我确认他有回应。有一次深夜，他翻看拍下的水面照片，在一张模糊图中竟然看到像是窗框的对称影子。他无法确认是否是折射，但他打印出来贴在房间墙上，那是他自己定义的证据。他没有再继续申请更高级别的设备，也没有向外界公示任何数据。他说这不该是被公开的，而是被尊重的。湖没有拒绝他，但他知道如果继续下去就会破坏他的镜。他后来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项目，叫钟响3声，不提湖名，不提地点，只记录与沉默村庄有关的梦境、传说、描绘和亲历。他邀请人们投稿，说你不需要证明它，只要记住它。很快许多人留言，有人说小时候做过梦，梦见湖底有街灯。有人说小时候家里的长辈讲过，有一个村子只在钟声响起的夜里才会被看到。甚至有一位老人寄来一张旧布料，上面用针线绣出一个方形村落，标注了井口和钟楼，落款写着听父亲讲过的地方。林奇远把这些线索整理成册，他不打算发表，也不打算调查下去。他说我们只负责记下湖会决定什么时候让我们知道。他依然每年都会去一次赛里木湖，在湖边他不探测，只坐着望着水发呆。他说那是在等钟响，但他从未听到那3声，他甚至不确定是否还会响。但他始终相信那个村庄是真实的，不需要地图，不需要石碑，只需要一个人记得就够了。而他已经成为湖的一部分，就像湖记住了他一样。很久以前，在还没有新疆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无数游牧部落，他们逐水草而居，迁徙、交战、消失，又被新的族群替代。风吹过的地方是他们的史书，马蹄踏过的草原是他们的历史。那时候没有钟楼，也没有村庄，但在赛里木湖所在的这片洼地，曾驻扎过一个叫塔里根的部落。他们留下的并不多，仅有寥寥数句口述传承，被后来的说书人一次又一次讲述，像是沙尘中反复露出的一块金属片，断裂却锋利。塔里根的最后一位巫者名叫阿哲纳，他的名字在古突厥语中意为看穿水的人。他并不常言语，脸上的皮肤如老树皮般皱裂，双眼却始终盯着赛里木湖的方向。他从不踏入湖水，也不让孩子靠近水边，甚至不许人类的影子落在湖面。他说那是镜子，是梦的背面，不能踩。在部落即将迁离这一带的最后一个秋天，他召集部族的女人、老人、小孩围坐在火堆旁，讲了一个故事，也是所有关于湖底村庄传说的最早版本。他说在极古远的年代，
这片洼地并非湖泊，而是一处名为纳鲁泽的圣地。纳鲁泽是突厥语沉默之居的意思。据说那里住着一群从天山以北迁徙而来的神明，他们不吃肉，不骑马，昼夜不熄火。他们与风对话，与水通音，夜晚能听见远处星星之间的震动。这些神明在纳鲁泽建起了一圈石房，房顶种草，墙内藏水，有塔有井。每到月圆之夜，塔上便会燃起3盏青光，照亮整片草地。他们从不离开那片圣地，任何外人靠近，都会突然迷失方向，走出5步便回到原地。直到有一夜，西来的流亡部族跪求庇护，说他们的故地被战火烧尽，只求一片草地安生。神明开了口，说可以允许33日停留，但那支部族的领首违约，在第40天还未离开，还偷偷在圣塔下挖了一口井，想要汲取神水常驻此地。阿哲那说，就在那天夜里，星辰倒转，天光消失，整个圣地在一声回响中被吸入地底，塔未倒，火未灭，草地无声，唯有水自4方涌来，将一切掩埋。他讲完故事后沉默良久，最后补上一句，水会记仇，1000年也不忘。这段故事在后来的游牧歌谣中多次出现，但版本差异巨大。有的说那是神法，有的说是天象之变，有的甚至认为所谓神民只是一群掌握水源的先知型部族。然而，无论讲述如何变化，有一个元素始终没有改变：3盏灯、井、钟楼或塔、沉默。这些关键词从未缺席，像是某种记忆的残片，穿越不同代际，一次次拼接出相似的图景。一位研究突厥口述文学的学者曾对20多个版本的湖底村庄传说进行归纳分析，惊讶地发现，尽管语言、风格、细节各异，但故事的时间节点几乎都发生在初秋月圆夜，而地点描述也总是围绕井、塔、石屋3者展开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有5个版本明确指出湖底有一个无法熄灭的灯。这位学者认为这不是巧合，人类的集体记忆有可能储存远古事件的模糊回音，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，以象征和图腾形式代代传递。那些灯也许是古代某种祭祀火盆，钟声是信号塔释放的低频共振，而井则可能是水利系统的标志。将这些结构统一嵌入传说的讲述中，其背后反映的并非某种幻想，而是某种曾存在过后来失落的居住形态。他在文章末尾写下这样一句话：也许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故事，而是人类对自己忘记历史的羞耻感。阿哲那的故事也并未止步于他生前讲的那一夜。他死后，他的子孙依然世代在赛里木湖西缘牧羊。某一代族人搬迁时，将他的遗物放入一只黑陶罐中，埋于湖边3棵老树中间。后来那3棵树只剩2棵，另有1棵在雷雨夜突然被劈成焦炭。而就在那一夜，营地里有人梦见一位老巫站在湖心，手提火盏，正在点亮一座沉入水下的房屋。梦中的火是青色的，照不出影，却能照亮屋顶上的每一块石片。这种火正是传说中神明点燃塔灯的颜色。塔里根族虽然消散，但传说仍在墓地流传。许多老人宁可不识字，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那些描述沉默之夜的词句。他们相信，水下那座村落从未死去，只是睡着。而真正可怕的，并不是它沉入了湖底，而是它有可能再次浮现。阿哲那曾留下一句未完的话，被后人绣在皮鞭柄上，那不是终点，只是一个转身。人们反复猜测他这句话的含义，有人认为那是对沉默的村庄的宽恕，也有人觉得那意味着
湖水有自我决定是否开放的能力。他说，水能记仇，也能选择重新拖出被吞掉的记忆，所以湖不能闹，湖要哄着。也许这正是牧民不愿打扰湖底秘密的根源。他们不是怕他们找不到真相，而是怕真相真的起来了。风继续从天山吹来，吹过羊群，吹过已不知名的部落旧址，也吹过赛里木湖那片最深的蓝。而湖水仍旧没有回答，只是偶尔泛起几圈波纹，像是谁在水下翻了个身。赛里木湖西南角小型观测站有一名夜班管理员，他叫武布利海然，年纪不大，30出头，却已在湖边值守了9个年头。他的工作简单又孤独，巡视栈桥，记录风速，查看气温变化，确认湖边雷电感应仪是否正常。白天人多热闹，夜晚安静，尤其秋冬之交，人一少，湖边仿佛整个缩进了时间的缝里，像一页泛黄纸张，静得只剩下自己的呼吸。他不是传说的传播者，却是这些故事的听众。他不是民俗专家，却见过太多不合理的事。他说自己信过，也怀疑过，但最终选择不问，只做一个记得的人。他第一次真正听见湖底，是在一个风特别小的夜晚。他坐在观测站后方的小平台上，看远处湖面映着半轮月色。湖水不像夏天那样起伏，也不像冬天那样冰封，而是一种奇异的缓动，像是一块巨大的丝绸，被风轻轻拍着。就在那晚，他听见了钟声，不是敲打，不是震响，而是那种隔着水的低沉顿重的咚，从湖心方向传来。那声音一共响了3次，时间间隔极长，仿佛谁在水底用尽全力举起什么，再任它落下。声音并不大，甚至不像是从外界传来，更像是从脑子里冒出来，像一团热雾，缠住后脑不肯散。他起初以为是自己的幻觉，毕竟太困，但当他走到湖边，蹲下身，用手试图捧起一点水时，那声音再次响起，仿佛回应。他的手僵在水面上，不敢触碰。他记得很清楚，湖水那一瞬间泛起2道极细的圆波，从他的指尖位置向外扩散，像是在回应他的靠近。之后的1个星期，他每天夜里准时守在那块石头旁，试图复现那晚的情形。他听不到钟声，却看到了另一件事。有一天凌晨3点15分左右，湖对岸有一个亮点突然升起，他以为是星星，但那光线不是从天上来的，而是从水面下透上来的，像是湖底某个地方突然亮了。那光不强，却极清晰。他盯着那点光，想用手机拍下来，结果刚打开镜头，光点就没了。他把这件事写在自己的首页记录本里，没有上报，也没跟同事提。他说，那不是可以汇报的事，你说给谁听，谁都以为你职业太久，困出幻觉。但这种看见的感觉一旦被点燃，就像关不掉的窗口。他开始去听那些被刻意忽略的细节，比如凌晨时分偶尔从湖心传来的哒哒声，像有人轻轻敲击船底；比如风过松林时不属于树叶的簌簌低语；再比如湖面结冰前某一晚，冰层下发出的断裂声，竟像是一种语调，一种在说话的节奏。他从不声张，也不解释，他只记。他拿一本蓝皮笔记本，用极小的字迹记录每一次异常，包括天气、月相、风速、体感温度，以及自己听见或看见的东西。他称这本笔记为倒影日记。第1页上只有一句话：你看见的不一定存在，它存在的也未必让你看见。他有一次梦见自己跌进湖里，不冷不挣扎，反而感觉自己被什么轻轻拖着往下沉。他沉得很慢，能看清湖水的层次感，那是一种层层分明的冷光，如同空气中的灰尘，带着规律缓慢旋转。
他看见水底有一个广场，一座塔，一排石屋，一条路蜿蜒而下，他看不清尽头，只记得水底有灯，像炭火未灭，一直烧着。梦醒之后，他发了一整天的呆，直到同事拍了他肩膀，他才回过神。他没有害怕，他说：“如果真有水下村庄，我希望我是第一个沉下去的人。”在后来几年中，他陆续听说一些旅客的离奇反馈，有人说半夜在湖边帐篷内听到远处传来脚步声，极轻却始终围着帐篷走。有人说手机拍到的湖面照片里出现了对称的线条构造，像房顶。更有一位独行者声称自己在某一夜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，从湖心传来。伍布利海然开始意识到，可能并不止他一个人被湖选中。他的笔记逐渐厚起来，每一页都写满，有时密密麻麻，有时只写几个字，比如灯在南，石纹线，影下水。他不做分析，只写。他相信分析会破坏结构，就像强光会吓退黑暗里的眼睛。他要做的不是找答案，而是让这些现象自然生长。他曾试图画出自己梦中村落的轮廓图，起初只记得广场和塔，后来慢慢浮现出水井、围墙、阶梯、小路、拱门，甚至有人影。他知道这些也许是梦构造的幻象，但他愿意记，因为每次画到最后，图上总会出现一盏未曾响起却莫名其妙画出的灯，灯光总在同一处，塔右侧，靠近水井。他后来说，那灯像是在等人回来。他不再对别人提起这些事。他说，等湖自己决定了，他自然会浮上来。去年冬天，他退休。他把那本厚厚的倒影日记封好，藏在观测站后方一块石头下，只告诉了一个人，他的女儿。女孩如今17岁，也常做梦，梦里的钟响3声，有井有塔，有一个穿旧衣服的守夜人坐在湖边朝他笑。他女儿说，他手里提着灯，那灯是活着的。那支探查小队存在过，不是很久，但却真实。时间是2003年秋末，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旅厅联合一所本地大学发起，名义是天山北坡湖泊文化演化研究计划，但内部简称蓝镜工程。公开资料仅1页半，写着多学科协作，调查湖泊深水层微生物与地形变迁，没有提及历史，也未标注具体湖泊名字，但知情人都知道，他们去的是赛里木湖。整队6人，2名水文地质学者，2名考古类研究助理，1名民俗专家，1位潜水员。最年轻的助理叫陈安，彼时刚研究生毕业，被临时调入队中。他是唯一留下较多记录的人。陈安在私人笔记中写道，项目编号 ZQLJ3， 地点为某高原湖泊西侧，重点区域为湖底第3深度带。他没有写赛里木湖，但提到水温层复杂，据古井结构传言，区域常出现非构造性回声反射。他们用了当时西北少见的便携型多波束声纳仪器和 ROV 无人潜水器，在湖心深水区展开了连续3日探查。前2天数据乏善可陈，除了湖底沉积物异常致密外，并未有实质收获。直到第3天凌晨2点半，设备在静音运行模式下，突然回传一道异样图像。陈安形容那张图像像矩形格栅，纵横交错，密度明显大于湖床泥层，排列方式具有人为痕迹。他初步怀疑是沉入湖底的旧式木栈平台或古代仓储设施，但团队里的考古员提出不同意见，认为这更像是一组基础柱阵，一种用于支撑建筑的大面积排列式底座系统。接下来几小时 ，ROV 不断调整角度，成功拍摄一段模糊视频。
画面中出现了3道结构交汇点，呈现倒 T 字形布局，边缘有类墙体凸起。此类构造在自然岩层中极不常见。画面仅持续47秒，便突遭信号干扰，设备死机，水下遥控失联。潜水员被妥下水搜寻，但刚入水7米便强烈呕吐，被紧急拉回。记录员备注：水中存在高密度未识别电磁扰动 ，ROV 与潜水系统双瘫痪，小队被迫暂停作业，原定10日调查提前终止。回程途中，队员各自保留备份数据。陈安将自己笔记中有关湖底构造的图纸密封，贴上标注，未经证实不可传播。但其中有一句话被后人不断提起，我们没挖到真相，只是踢到了盖子。半年后，项目对外发布简报，称水文稳定，未见异常，调研档案编号封存，不再追加后续调查。陈安离职，转而研究中亚佛教遗址，彻底淡出公众视野。可他有留下几页纸，被朋友在多年后发现，那是他当时画的一组水下结构复原图。画面清晰，描出一条正南北走向的石板路，尽头标注有钟楼状建筑，旁有小井状圆圈，标注低洼水涌。他在图纸右下角写了一行字：他不再沉默，他在等待。至此，赛里木湖下那组疑似建筑构造再无人提及，但那段被截断的视频却在暗网上悄然流出。画质粗糙，光线混乱，但有几帧画面里能看到水下有灯光一闪而逝。有人说那是 ROV 自带灯光反射，也有人坚持那是湖底反射出来自别的地方的光。2年后，曾参与该项目的民俗专家在某个内部讲座中口误说出：水下那个钟，我这辈子都不敢再看第2次。他随后沉默，未再提及。有人追问，他只说：别问它是什么，问问我们为什么需要把它封起来。这句话成为探查圈里的谜语。而之后几年，一位本地摄影师在深秋拍摄湖面夜景时，长曝光照片中意外捕捉到3道对称光斑，位于湖心偏东区域。照片被放大后，可见光斑周围有模糊的6边形轮廓，像是建筑倒影。专家否定为幻觉现象或曝光残影。照片被撤下，但仍在民间流传。这种发现后消失的过程，逐渐让湖底村庄传说从童话转向了忌讳。人们开始用一种更谨慎的语气讨论它，不再调侃，不再幻想，而是像提到某种未命名生物时那样，带着距离和尊重。陈安的笔记最后一页只写了5个字：他还在那，没有感叹，没有结尾，没有解释。而那段曾流传出的视频最后一帧画面上，水下石构边缘有一道若隐若现的影子，看似一段断裂的钟绳，它没有摇动，却始终存在。就像湖水本身，不响却沉得出奇。苏芮出生在湖边一间靠近墓道尽头的土屋，背后是低坡，前方就是赛里木湖南岸那块人迹最少的区域。他的父亲是林业站的护林员，母亲是小学教师。家中有2只狗，一头驮水的老毛驴，一扇终年被风吹得嘎吱作响的木窗。他从小就在风里长大，风是湖的语言，他习惯了。7岁那年，发生一件没人解释得清的事。那年湖水退得特别早，父亲带他沿着湿软的湖岸去捡浮木。走了约莫400-500米后，他远远看见水边有几块石头拼成的轮廓，呈规整的长方形，像是一截埋了大半的石墙。他走过去，在其中一块石面上看见刻痕，像是一组字，也像是一种记号。他伸手摸了摸，石头冰冷粗糙。
就在他起身要告诉父亲的时候，风突然猛地刮起，吹得他睁不开眼。等再睁开，那块石头已经被浪涌盖住，水位回升的莫名其妙，连他站的地方也浸湿了鞋底。他回家后反复画出那块石墙的样子，一共画了4张。不知为何，4张图上墙面边缘都自动添上一只盏状小物体，像灯又像倒吊的钟。父亲起初笑他画得像蒙古人的塔，但母亲看过之后沉默许久，把那4张图卷起来藏进衣柜。几年后，他家搬到伊宁，那几张图从未再被提起。苏芮成年后读了民族语言专业，成为一名语言志愿者，专门整理少数族群老人口述资料。一次，他在整理哈萨克族一位老人留下的录音时，听到一句突兀的话：水底钟响那年，我的马走失了，是他不想留在陆地。这句话像钩子般从记忆深处扯出什么，他猛地想到儿时的那盏钟状物，想到那场突如其来的涨水，想到母亲的沉默。他开始主动搜集与湖相关的传说和记录，试图拼接那段他未能理解的童年线索。他访问牧人，翻旧报，听讲座，看见一张曾被拍到的湖底倒影图，其中一帧模糊影像中有一道刻着图案的斜墙。他将那影像截取对比小时候画的图，角度惊人相似。他突然觉得自己与那个湖之间并不只是成长的关系，而是一种连结。有一个夜晚，他在伊宁市一间青年旅社睡下后做梦，梦见自己站在湖水中。湖水并未将他淹没，只在膝盖之下温温地浸着。远处天色微蓝，风却完全停了。他低头，脚下是一面由石砖铺成的小广场，一座残破的钟塔倒在他右边，钟身断裂，一节钟绳绕着井口缠了3圈。他走向井口，低头看，井中一片亮光。就在那时，他听到自己背后传来咳嗽声。他转头，一个穿白布袍的女人站在广场中央，冲他点头，然后一指他脚边。苏芮低头看，那节钟绳的尾端系着一张泛黄的纸，是他小时候画的那4幅图之一。他猛然醒来，背后冷汗，心跳如鼓。他把那梦一字不漏记录下来，甚至画出井口的位置与钟塔角度，拿给一个做图形还原工作的朋友复刻。朋友不知情，仅凭他描述完成3维模型，模型结果与某张湖底声呐探测图中一个区域轮廓高度重合。苏芮沉默了许久，他知道这不是巧合。他开始每年一个人回到湖边，选择离人远的地方住几日，不带相机，不做记录，只听风。他说，每当风停3秒，我就感觉湖在说话。他开始尝试绘出梦中场景的地图，不是想证实，而是想还原自己记忆与湖之间那条未断的线。他把这些图寄给了一位在做湖泊考古的朋友，对方回信里写，你知道吗？你画的位置恰好是3年那支小队设备失联的区域。他不再惊讶，也不兴奋，只觉得这事已经发生了，只是轮到他来听见。一次，他在湖边独行，遇见一个小女孩。女孩没穿鞋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低头把玩一根断裂的绳结。苏芮问她怎么了，女孩说，我找不到我的钟了。他愣住了，蹲下问，什么钟？女孩说，她不想了，就回去了。那一刻，她几乎哭出来，她觉得自己找到了那个回去了的钟。它或许并不属于过去，也不属于未来，而是属于湖里一直等待被回应的某种声音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，这个湖不需要我们发现什么，它要我们记得它一直在。而那4张童年画出的图，如今已变成他日记首页，一字未改，只在角落标了4个字，水中之家，不是村庄，也不是遗迹，而是家。
在新疆库尔勒市的一个旧书市场中，退役军官姚敬文淘到一本薄册，封面泛黄，无名无标，只在书脊处写着3字抄册，3个篆书小字。他原本以为是某类笔记抄本，翻开却发现里面尽是工整的繁体笔记，书页左上方编号显然是归档过的痕迹，字体和措辞都带着清代末年军务奏章的气息。册子第一页写着光绪念1年巡北路笔录，紧接着便是数段简洁条目式记载，内容包括日常巡哨、官兵口粮分发、牲畜损耗等细节。但到了第13页，记录突然变调。那一页的开头写道：10月初9，天晴，西南风，至赛里木湖南园第3哨。按理应接续常规描述，谁知笔记中却转为第一人称口吻，语句也开始显得急促、含糊，甚至带有主观情绪。那一段内容如下：入夜后，风止，月沉，湖静如镜。营地边守兵报，闻水音异响，鱼自往查。至水尽之处，肉眼可见远处水面泛青色，火光一道，极细似线。初疑水鬼流火，燃光不动，似自下方照出。余取瞭望镜望之，见有方形影淡映水中，其上仿若楼阁结构，四角起翘，青色微明。士遣兵至岸边探石块，触及一物似灵，然入手即冷痛，撤手后掌红肿如石。回营时，余心犹坠，忽闻3声闷响，间隔匀整，低而沉，如大钟撞底之音。营兵皆感不适，余夜不能寐，脑中浮影不止。翌日早查，录昨夜事，特记之，虽荒唐，然其事之诡，非言语可尽。姚敬文反复读那段笔录，内心久久难以平静。他曾在军中服役10余年，长期派驻天山以北，深知赛里木湖之深，风之狂，夜之静。他对这些边防笔录极为熟悉，也知军务记录向来务实，绝少带入主观感受。而这位100年前的记录者，不仅留下极其罕见的个人印象，甚至用了非言语可尽之语，可见其京剧之深。他查遍相关档案，在光绪年间的湖泊巡查笔记中，果然找到多处对于湖光异动、夜间水响、水底钟声之模糊描述，尤其是一次接连3夜皆闻沉响的记录，明确指向了一个固定时间，每年农历10月初9至11。这个时间段与当代部分梦境目击、牧人描述钟声出现的时间几乎重合。姚敬文开始对湖底村落产生兴趣，他将内册笔记翻拍存档，并尝试追溯那位笔录者的身份。多方查证后发现，笔记出自一位名叫赵恩奎的副少长，任职时间短，仅1年，后被调往塔城。其后任接管笔录风格回归规范，再无相关描述。赵恩奎调离前数日，最后一条记录只有一句话：已记尽，不愿再提。这句话如针般扎进姚敬文心中，他开始怀疑那些记录不是偶然，而是刻意压低与隐藏。若果真如此，那么早在100余年前，湖下有声，塔影水声，已是边防军人的集体认知，只是被有意收敛，不传下去。他随即前往亳州图书馆查阅地方志，终于在一册《伊犁志略》中找到模糊记载：东南角夜火长生，渔者不敢近，谓之水灯阵。无解其意，但水灯与赵恩奎所描述之青光高度吻合。那年冬季，他亲赴赛里木湖，一人住在南岸废弃管理点小屋中，试图重走赵恩奎的路径。他在凌晨3点走到湖边，静坐1小时，无风无动。忽然湖心泛起极微弱光泽，果然是一道细如丝的青色线条。他不敢靠近，便以长焦镜头拍摄，拍得数张模糊水面。放大后，其中一张边缘竟然捕捉到某种规整的轮廓，如塔影斜立、塔顶残缺，一处绝状
物外凸，极似清代观测塔样式。照片拍摄后，他尝试对周边人讲述经历，却多遭白眼或敷衍。他渐渐明白这事不能说，只能记。他将那张照片命名为9日之光，藏入一封信里，附上他自己的手写注释：信与不信皆不妨事，记住即存。当年那位副少长赵恩奎也许并未想到，100年后会有人像他一样深夜走进湖边，试图听见那3声不肯消失的钟响。传说并未停在边境文书里，也未止于模糊的水中影子。它像一条时间暗河，在纸张、梦境、照片、风声中穿行，不语却始终存在。有一位理科生小伙根本不相信湖底有村庄，他叫李涵。骑马刚到雷达站报道时，他是这样想的：他是物理系的毕业生，对传说2个字天然警惕，天生偏理性，做事按部就班，逻辑优先。但在赛里木湖服役的第1年，他的信仰动摇了。倒不是因为他听见什么，也不是谁跟他讲了故事，而是因为一件没人能用科学解释的事。那天是10月11日凌晨2点27分，夜班。他像往常一样在主控台监控屏前值守，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鼠标，眼睛瞟着水面雷达图。屏幕忽然一抖，主屏通道里出现一条细如毛发的水平信号，横穿整个监测网格，不快不慢，强度中等，却异常稳定。位置：湖心。他第一反应是气流异常反射。点开数据详情，结果傻了眼。该信号水平静止，高度为-18米，持续时间45秒，无扩散尾迹。简单说，这不是鸟，不是云，不是无人机，也不是正常反射，而像是什么东西从湖底慢慢看了一眼，然后又潜了下去。他调取高清图像，没有画面，调用声波监听，发现那段时间录到了3声不属于任何雷达设备运行频段的重击声。每一声之间间隔正好7.3秒，回声波形稳定，就像钟。他写了一份详细报告，上交技术长官。第2天，技术组回信称为风场噪波，不做处理。李涵开始觉得不对，他不是传说爱好者，但不是傻子。那天他花了8小时排查所有可能，设备误报、天气干扰、地磁扰动全都排除，可那些声音还在。他偷偷保存音频样本，回宿舍仔细分析，发现每一声重响的主频均为58赫兹，与常见的东亚传统钟声频率极其接近，波形曲线几乎对称，像人类有意识敲击。他把这件事告诉一个在电声实验室工作的大学同学，对方听完样本后沉默许久，说：“你这声音像是从水里反弹出来的。”李涵说：“怎么反弹？你记不记得我做的那个水下共振实验？要是湖底真有某种空腔结构被低频声波激发，会出现这种反应。问题是，要有结构，也要有震源。”对方说：“你是说湖底有东西？”李涵说：“不知道，但这个声音像是在回答谁。”那晚，李涵没睡，他坐在监控室外的平台上，望着湖心的黑。他突然想到，那些传说里提到的钟声，会不会不是声音，而是一种回应，一种只在某些条件下才出现的信号。之后的日子，他开始做笔记，每天记录天气、湿度、风速、月相。每当出现与那天相似的气候组合，他就格外留意雷达屏。他看不到那条线了，但在3个不同日子又捕捉到相似低频震动，不是巧合。他不敢再汇报，他知道这类事情一旦公开，要么被当成设备错误，要么被悄悄压下。可他不能不管，他开始整理自己的数据，用代号命名那组声音 Echo X。他的资料越来越多。他注意到，
湖底那段频繁出现异常信号的区域，正好对应3年某科研小组声纳设备失联的坐标。那段事件他从未见过官方记录，信息是他通过匿名论坛和一位退休军官联系时拼凑出来的。那名军官给他发来一张图，是湖底探测的旧影像图像。图像中央有一组轮廓规整、类似塔形结构的模糊反光。军官附言写着：“有人踢到了盖子，就没再回来。”李涵把照片放大到像素级处理，最终在一处图像边缘找到一串规则排列的石块阴影，那形状不像自然生成。他把那串影子与一幅古代钟楼底座图纸进行重叠分析，发现竟能在6个关键点上完美重合。他开始怀疑赛里木湖底是不是真的埋着一座完整结构，不仅是村庄，而是具备布局、中心、里治、中塔、实井的完整定居遗迹。他越查越深，越陷越深。有人说他疯了。他渐渐不与同事交流，夜里一人坐在平台上听录音。他甚至做了一个简陋设备，把雷达输出频率转为可听范围。每当夜深静极之时，那频率里总有咚咚咚，若有若无地冒出来。是风，是水，还是钟？他不知道，但他知道那声音不愿被忘记。他开始梦见湖底。有一次，他梦见自己漂浮在黑暗水中，下面是一座塔，塔上没有钟，但他听见钟声从水中震出来。每一次响，塔身上的灯就亮一盏，直到整座塔发出蓝色微光。他梦见塔下有路，路尽头有屋，有人在等他。他醒来后写下8个字：水中塔在，灯未熄。3个月后，他的服役期结束。他将所有数据拷贝存档，邮寄给自己大学的那位朋友，包裹里附上一句话：如果我不说，他就没人说了。朋友回信说：你还要继续找吗？他回了4个字：湖会找我。他没回家，而是绕道再次来到赛里木湖南岸。他租了一间牧民旧屋，每天凌晨3点到湖边坐1小时，有时听风，有时听水。有一次，他听见水里响了一下，像石头轻轻敲水。他笑了。他不是研究者，不是专家，也不是探险家，他只是个听见钟响的人。他把那段声音刻成一枚石牌，埋在屋前。他说：湖里有人答应我了。他不再说有没有村庄，也不再争论真假。他知道那湖从不解释，他只是偶尔允许你靠近。在赛里木湖南岸的游人步道尽头，有一块不起眼的木棚摊位，常年挂着各种油彩风景画，画风粗犷浓烈，不精致却有力量。摊主是一位叫扎西多杰的藏族画师，50岁出头，话不多，常年穿一件褪色的军绿棉衣。他画的多是天山、草原、牧民、湖水，题材重复，但画里有种奇怪的节奏，像风正从画面吹出来。他只在深秋出摊，说：夏天太吵，冬天太静，秋天恰好。某年11月，他画了一幅不同寻常的画，没有草原，没有雪峰，只有黑蓝色的湖水和一座半浮出水面的石结构。画中那建筑类似塔楼，一侧残破，一盏灯高挂塔檐下，水中倒影极深，几乎比塔本身还完整。他在塔的远处画了一口井，周围环绕一圈对称排列的石块，像广场，也像遗址。最令人诧异的是，画面正下方那组石阶，笔触生硬，颜色深沉，阶梯直通水中，像是从画中引你进入湖底。没人教他画这个。他说，那是他某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后第一时间动笔画出来的。梦里没有声音，只有风声。他坐在湖边，看见一位穿着破旧皮袍的老人站在水中，手中提着一只古老铜灯，灯上火苗细如针，却能照亮湖底的路。他说，
那位老人朝他点头，然后消失，灯却没有灭，反而沉入水中，燃得更亮。他不是做梦成习的人，但那幅画他只用了2个小时一气呵成。他说自己是被拉着画的，画完之后他有1整天没说话，只盯着那张画发呆。他把画命名为回灯。那年游客稀少，却有一位年轻人路过，看见那幅画后停住了。他说自己10年前也在湖边做过一个梦，梦见水底有塔、有火、有影。他看完画之后沉默良久，说：“你把我没说出口的梦画出来了。”扎西多杰听完这话没有惊讶，只说：“画不是我画的。”这句话传出去，更多人来看画。有人说那塔他们也梦见过，有人说那广场像他们祖父讲过的故事里水下村庄的中央祭台。还有一位老人在那幅画前站了整整半个小时，最后走前说了一句：“这地方我小时候来过，那时候水没这么深。”扎西多杰没理会这些，他不喜欢人太多，他把回灯收了起来，挂上别的画。偶尔有人问，他就说画卖了，不留图。但他在自家屋子墙上画了同样一幅，线条更细，灯火更亮。有人问他：“你相信真的有水下村庄吗？”他没回答，只是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见过湖水反着笑吗？那是他在提醒你，你其实知道。”有人拍下那幅画，上传网络，引来大量讨论。画面一出，不少人留言称在自己童年、梦境或旅途中见过类似场景。一位地质专业毕业生发长文分析塔影与石阶布局的合理性，甚至模拟了石质结构在湖水压强中的可能残存状态。结论是，如果有一套完整石构系统沉入水下，并保持1000年以上，最有可能的残存结构正是画中这类核心轴对称式中心塔区。这让画变成了证据，也让扎西多杰再次被找上门。他依然不多说话，只是在一次偶然被游客围问时，轻轻说了一句：“水下如果有东西，他不会想被挖出来，他更希望你安静地看着它，记住它。”他说：“这就够了。”他后来画了10幅延续回灯风格的系列画，分别取名为三生、倒影、塔景、中影、灯下人、水中路、双塔残、门未闭、火仍在。每一幅里都有某种线索，呼应前作光、塔、景、阶梯、钟绳、火影、倒影中的人影。有画评人将其称为赛里木湖组画，更有热心人将10幅拼接成一张整体图像，结果惊讶发现，这10张画若按画中光线方向旋转组合，竟刚好呈现一个以塔为中心的环形村落全景图。中心是塔，南为水井，西为钟楼，东为阶梯，北边是一处拱门形结构，其上隐隐有灯火标记。没有人说这是巧合，更没有人质疑这背后是否曾存在某种深埋水下的真实构造。扎西多杰没有再说话，他把原稿锁进了箱子，只留下回灯那张挂在家中。他说，画不能一直挂着，它有点太亮。当有人再问他，湖底是不是真有灯，真有钟，真有村庄，他这次回答的是，你要是梦见就有。那年赛里木湖特别冷，湖面结冰早，冰下的世界格外安静。有人说那年湖底特别亮，特别安静，像有什么东西醒过来，又重新闭上眼睛。画就在墙上，灯就在画中，它不灭，也不说话，只等你看见它。你可以站在赛里木湖边，沉默很久，也不会察觉时间的流逝。这里的风和云像是有自己节奏的生物，一点不看人脸色，只看水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新疆众多高原湖泊中的一个，最多不过水深一点，颜色好看一点。但真相是，如果你愿意深挖，这片湖的地理结构和历史位置本身就已经是一串谜题。先从它的位置说起，
赛里木湖处在天山西段断裂带上，是一个由复杂地震活动和构造下陷形成的高山盆地湖，这一点本不稀奇。中国西部有很多地堑湖，但赛里木湖不同，它不仅深，最深处超过92米，更关键在于它的封闭性与异常的地形结构。整个湖泊三面环山，仅东北角异于开阔，那正是古丝绸之路北道的一部分。从西汉开始，这里就是中原与中亚之间的门户通道之一，商队、官道、信使、边军、僧人、逃亡者都从这条通道穿行。这就意味着湖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从来是文明走廊的节点，是中亚文化、波斯风格、佛教遗存乃至更古老本土信仰交汇之地。那种水下有村的可能，最早正是在这条走廊上生根的。根据一些残片史料，有人提出一个假设：赛里木湖下曾存在一处移民据点，可能是突厥部落西迁途中短暂定居之地，也可能是佛教高僧传教时修建的水庵，甚至是更早游牧王朝的礼仪中心。考古学界未正面证实这一点，但有两个现象值得一提。第一，周围地质异常，湖底地形数据在2003年和2019年2次测绘中显示，南岸湖床存在不规则拱状隆起，形态规整，疑似非自然沉积。这种结构形状类似被掩埋的建筑残基，高度仅比湖底最深处浅5米，却呈现人工梯形，密集布列。第二，湖水异常安静，不同于风大浪急的高原湖，赛里木湖在特定季节秋末冬初会出现长达数小时的无风层。这种现象被称为镜面沉寂期，在整个西北仅此一例，风速低于 0.2 米每秒，湖面平得像一面巨大玻璃。正是在这些时段，人们最容易看见或听见那些异常画面与声音。而若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，许多关于水下村庄的传说都具备一种再现结构特征。也就是说，传说中的钟、塔、火、井、门等元素呈现惊人一致性。这种跨年代、跨族群的结构重复很难用口口相传解释，更可能是某种原型记忆的延续，就像集体潜意识中的梦被湖水储存着。地图上最容易忽视的是赛里木湖南岸那道斜坡缓洼，从高空航拍看，它不像自然河道沉积，更像是一条曾经引水入村的人工引道。若将其延伸下沉模拟，它最终汇入湖心一块形状规则的区域。那片区域正是2003年科研队曾标记异常回波的地方。地质数据显示，那块区域下方的沉积层厚度低于周边平均 30%， 说明可能存在空腔。若为天然裂隙，无法如此规则；若为岩溶坑，应有溶蚀痕迹。但它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沉默，而沉默往往最响亮。再看人，为何不同背景、不同年代、从未相识的人都梦见塔？为何都听见钟？为何那3声精准对等时间差总在湖风最小的时候响起？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现有设备能解释，但人类的听觉记忆不会无中生有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规律，是水与人之间某种久远的连接机制。有研究提出，或许湖水本身具备记忆性，就像大脑的特定频率，能被特定环境激发，从而放出记忆的残响。这并不神秘，某些矿泉水、岩层水曾被实验发现，具备信息储存特性。而若这湖底真的曾有一座声响建筑，每年固定时间水位、气温、气压达到临界状态，就可能使某种声波释放出来，被我们听见为钟声。
这不是鬼神，是物理。但也因此更让人害怕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座塔，它是否还完好的站在湖底？如果还有井、有灯、有门，是不是就意味着它不是废墟，而是等待？等待一个人，等待一次重返，等待一个时代再次理解它留下的那些结构与线索。赛里木湖不说话，它不辩白也不证伪，它只是每年在某个固定的时刻让风停下来，让水面变成镜子，然后放你看一眼，就一眼。如果你刚好站在那里，你就会看见塔影在水面晃动，看见钟楼被月光照出倒影，看见水下某种你从没去过却似曾归属的地方。那一刻，你不再是游客，不再是研究者，也不是传说猎人，你是被湖记住的人。而湖底那片沉寂的空间会静静地亮起灯，为你。凌晨3点，新疆博乐市广播中心5楼的技术间里仍亮着微光，楼里只剩值夜的广播员老严，他已经63岁，退休返聘，1周3晚，守深夜档。大多数时候，他只负责切换系统自动播放，但他总习惯提前15分钟打开话筒测试，每次都要播放一段音频自检，保证频响不走调。他说：“电波有记忆，不能敷衍。”今夜风很静，老严靠在话筒前，耳机调好，播放那段最熟悉的背景音，一段3年录制的赛里木湖自然声采样。淡淡水声夹着微微风响，远处有牧民犬吠，整个声场空旷却安宁。他已经听了无数遍，但今晚不同。在第12分钟26秒时，背景中突然冒出一声低沉回响，不像设备杂音，也不是浪拍时的自然音，而是一道似金属共振的低频钟鸣。他一时未察觉，直到系统突然终止播放，提示输入信号断裂。他调出原音轨，反复回放，那道钟声清晰可辨，并在之后每隔7.3秒重复2次，合计3响。3声后，录音恢复正常，老严顿住了。他记得这段素材是自己20年前录的，那时他还年轻，和一支外地采风队住在赛里木湖东岸3天，负责环境声录制。他记得那晚也很静，静得像有人拿了一张无声的毯子盖住整个湖。他录完回去剪辑，也从未听见这3声。他再次回放，确认无误。他不明白，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从未听到这钟声？难道是重放设备捕捉到了当年未决的频段？他突然意识到，这声音一直都在，只是他们那时候听不见。不是不存在，是没准备好。他打开录音文档的原数据，查到录音时间为2003年10月11日凌晨2点27分。他像被电击般坐直身体，这正是那支小队报告异常声波的时间点，也是那位雷达士兵记录到水下异常信号的时间。所有线索在这一刻对上了。他突然意识到，那个时间点不是偶然，是被打开的门。他不再怀疑，他重启系统，把那段声音复制到一个独立频段，用电波单独推送出去，不插任何解说。他对外什么都没说，但知道电波的尽头一定有人会听见。这晚的短波覆盖整个新疆伊犁河谷，远至乌苏和霍城边界。一位正在湖边营地露宿的游客，睡梦中突然听见耳机里3声沉沉低鸣。他睁开眼，看见水面平得像镜子，月亮倒映其中。一座他不曾去过却从未忘记的塔，正隐隐显现在水心。钟绳悬挂，灯火微亮，他没有动。他只是看，直到风再次吹起，水面泛波，影像消失。他摘下耳机，却发现电波信号已断。这一夜，还有很多人听见那3声。一个做梦的人在梦里走进水下一座石塔，一个病人在医院窗前听着收音机痛哭，一个孩子趴在祖父膝头，突然问：“爷爷，那水下面
是不是还有路没走完？老严没去讲这些，他只是关掉系统，收拾话筒，把那段钟声刻录到一张 CD 上，用纸包好，放进抽屉。他写上封条：水声钟影3到23。他望向窗外，楼下夜雾微起，远远能看见亳州方向夜灯稀疏。他知道那个湖仍然在那里，沉着，静着，等着。他不解释，也不催促，他只是让所有听见他声音的人记住了某种无法言说的结构：塔、井、火、门、钟。而那些不在湖边却听见钟响的人，注定再也无法忘记，他们将带着那3声活过一生。有人会画出来，有人会写出来，有人会播出去，也许还有人终有一日会再次走下水，走入那片尚未亮起灯的楼中村。水面之上一切如常，钟未响时，它是湖；钟一响，它就是归处。归的是谁？也许是你。湖水静了，塔的影子退回深处，火光熄灭之前留下一丝温热，在风里晃了晃。你还记得吗？钟声响起时，世界没有喧闹，也没有回应，只有一段来自湖底的安静的近乎温柔的呼唤，像是远方有人轻轻叩门，等你回家。那些故事不急着讲完，那些画面也不必全解读，他们只是住在你的梦边，像一盏灯，不亮太多，但一直没灭。现在你已经知道，传说并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而是为了被记住。当你再次经过湖边，也许你不会特意停下，也许你会悄悄望一眼，但只要你还记得那3声钟响，你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了。风轻了，灯暗了，钟远了，我们在这里收声。朋友们，晚安。